今天西班牙2-0拿下法国，真是沒有辦法。特別是0-1、0-2落後，很明顯能看出總裁姆巴佩想發力。要知道4年前的世界杯決賽對陣梅西的阿根廷，78分鐘法國仍然0-2落後，但姆總當時站出來97秒驚天連扳2球，加時賽梅西再進一個，咱們姆巴佩也再進一個，當時完成了世界杯決賽歷史上第2個帽子戲法。但今天沒辦法，真是球都搶不下來。法國隊好不容易拿到一次球吧，没多久又丟了。所以傳控足球的一代宗師西班牙隊向全世界宣告，當今的足球還得是傳控，還得是脚下活說話，還得是用空間識別能力和无球跑動能力。你法國隊光快光身體好有個屁用，踢球是用腦子的。尤其是越踢到下半場，法國队庫庫雷利亞的發揮，嚯！你知道老 K 的節目裡是特別喜歡吹掃把頭庫庫雷利亞，但最關鍵最頂牛，法國隊最想起訴最想進球的時候，庫庫雷利亞进可攻退可守，带刀侍衛。登贝萊每次一轉身總是掃把頭戰神，而今天有了他再加上羅德里，奧里塞是真沒辦法，真被拿捏了。法國隊登貝萊加上奧里塞再加上孔德，竟然打不穿一個庫庫，這就是皇馬剛剛買下的高級貨。賽前西班牙球迷可能覺得很艱難，上半場31分鐘庫庫早就得了一張黃牌，西班牙的球迷還略微有些擔心，因為這條邊路確實法國隊的強側，但是咱們的庫庫直追奧里塞。法國隊的優勢是速度奇快，快速發動進攻，但這也是雙刃劍。當庫庫的速度比奧里塞還要快，你就發現他甚至還能封鎖姆巴佩的衝擊。所以法國隊的優勢是過去的進攻像子彈一樣，前面的比賽一馬平川，因為沒有人能追得上姆巴佩、奧里塞。可這一場的庫庫好幾次單防硬吃堵截，他的無球速度之快，讓法國隊極為依賴的前鋒體系的衝擊和速度優勢轉為劣勢。整場比賽法國就沒有像樣的進攻。下半場最後切爾基換上來，還想在庫庫這裡試一試。嘿嘿，咱們庫庫不管你什麼急，來了都沒用，拉爆了奧里塞夯得不行的庫庫。就這樣的邊後衛5500萬，切爾西就給賣了。當然那也因為合同就剩1年，庫庫為了家庭自己要求回西班牙，所以就這麼一個有些球迷眼裡身體一般技術一般的庫庫雷利亞，硬追攔截法國隊所有的鋒線，自己還能帶球突入中場，把法國隊的前場3叉戟完全毀了，全程貼身鎖死法國隊每一個箭頭。法國隊今天唯一的一次關鍵有威脅的射門，還被他一腳改變了軌跡。全場跑，全場逼搶，一個人完成4次搶斷，本場比賽最高，同時還有1次解圍1次攔截。朋友們，感謝您的點讚、熱推、評論、分享，感謝您的訂閱。好，咱們繼續。另外，羅德里還得是羅德里。其實上半場今天法國隊奧里塞的活動範圍極大，甚至回到後防線來要球。但不管你是誰吧，不管你奧里塞、拉比奧、楚阿梅尼，還是下半場換上來的科內，這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在老 K 這屆世界杯對羅德里的點評，大家已經完全明白金球先生的後腰到底什麼水平。而且這還是重傷以後實力略微下滑，但仍然是歷史級別有史以來最強的後腰了。在中場這個位置，很明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高一個檔次。比賽中他的位置感、調度能力誇張到不行，就他這種腦瓜子真的不是用體力，是用腦力統治了整個法國隊的中場。雖然老 K 也喜歡英格蘭隊賴斯，但不得不說不是一個級別的。所以之前不可一世太囂張的法國隊到了羅德里面前，連將球輸送到前鋒的機會都很少。法國隊在禁區的角球想爭2點的進攻機會都沒有，太強了，剛開場就將法國的幾次中場威脅傳球全部斷掉。而西班牙的球只要過一過羅德里，那種恐怖的控制力馬上彰顯出來，任你法國球員怎麼跑怎麼逼搶都是白搭。特別是由法比安·魯伊斯打配合，後場的攔截洗髒球真的變態，全場實現了對法國隊中場的完全壓制。面對對方的壓迫，傳球幾乎零失誤，甚至站在中後衛前，整個防守體系有他坐鎮，法國最後只有2腳射正。這就是位置感，場上的位置感，羅德里是无敵的，球商無敵，存在感也無敵。所以為什麼西班牙隊一旦取得領先，整個場上法國隊球員就不斷的傳染彌漫出一種焦躁不安，這種感覺就是絕望。還是過去球王貝利的那句話，誰能控制中場，誰就能控制比賽。現在咱們也可以加個尾巴，哪支球隊有一個8成功力的羅德里，直接就能控制中场。特別是今天奧里塞踩羅德里腳腕的那一下，羅德里但凡在場上滾幾圈，奧里塞說不定就紅牌罰下去了。
所以西班牙隊贏球，巴塞羅那的球迷稍有遺憾。比如關於佩德里世界第一中場，這話不用提了。咱們現在只說後腰位置的金球獎先生，有羅德里在，他永遠是大哥。不過今天78分鐘，佩德里替補上來之後，各種控球、控節奏，中場的洗球技術，佩德里完全是藝術，太漂亮了。羅德里再加佩德里，那場上的閒庭信步，場外的法國主教練德尚急得一頭汗。這也確實沒辦法，漸漸的法國隊員也就服氣了。這上來就是遛狗的，導播一直給德尚的鏡頭，看得球迷們笑死了。所以本屆世界杯主教練德拉夫恩特，這也是光頭有魄力的一點。第一場法比安·魯伊斯狀態不好，直接第二場拿下。而後來發現西班牙的進攻不行，奧亞薩瓦爾頂不上禁區，所以中場需要有一個能頂上去進球的，法比安·魯伊斯就肯定更合適。德拉夫恩特的調整做得相當快，這一屆世界杯先用法比安，再用佩德里，現在又用回法比安，的確是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法比安負責推進和攻城門，佩德里負責控場。足球不是卡牌遊戲，不是直接比拼戰力那麼簡單。如果能奪世界杯，佩德里打打替補也沒什麼不好。今天的法比安配上羅德里，這也是歷史級別的雙後腰，每一次觸球都很合理，防守進攻都很出色。8號位的職能作用，法比安·魯伊斯發揮得極好，所以這個中軸線的作用穩住了，整個法國隊所有的球員全都乏善可陳。所以西班牙今天能夠力克法國，取勝絕非偶然的，全靠西班牙足球的哲學，從青訓開始，日復一日，風雨無阻的苦練搶圈 Rondo。這一套基礎訓練就是鬥牛士傳控體系的定海神針，所以比賽到了最後，活脫脫就是一場盛大的鬥牛大戲。兩個隊的氣質高下立判，法國隊的球員身體素質強悍，全場橫衝直撞，像蠻牛一樣莽撞，但也只知道一味的蠻力衝擊，腳下抓不住皮球，腦子裡面沒有章法，縱有一身天賦，卻處處碰壁。不管怎麼瘋跑，不管怎麼逼搶，始終就是摸不到球，有力也無處施展。這時候的西班牙隊真的就像技藝精湛、風度翩翩的鬥牛士一樣，腳下的傳控行雲流水，進退從容優雅，不急不躁來回的傳球，每一次短傳分球都能精準的撕開防線，4兩撥千斤，化解了法國球員所有的兇猛逼搶。比賽的節奏已經牢牢的完全被攥在掌心。隨着最後皮球在西班牙球員之間流暢的運轉，看台上西班牙球迷的歡呼聲是一浪高過一浪，就像鬥牛場裡觀眾的喝彩一樣。每一下漂亮的傳球，看台上立刻響起一陣沸騰和吶喊，一浪又一浪，都是獻給正在優雅的戲耍法國公牛的西班牙鬥牛士們。這最後階段的傳控，最後皮球的流轉，將西班牙足球刻入骨髓的美學彰顯得淋漓盡致。所以足球的核心要義永遠是掌控球權，控球既是進攻也是防守。在西班牙球員從小到大每一次訓練必練的 Rondo 裡面，你防守的時候，球員們就已經千錘百煉，練就了預判，練就了攔截的本能，專門抓住對手停球出球的細微的瞬間的疏漏，形成本能的條件反射，上前斷球。而球權剛剛到手，攻防轉換之間，多年沉澱下來的傳控體系游刃有餘啊，不斷的拉扯對方的防守，不斷的最大化場上的空間。饶是法國場上的球星个个都是3頭6臂，可整場比賽只能束手無策，無可奈何。所以今天的比賽體現的不是個體天賦的好壞，而是西班牙沉澱了50多年傳控的哲學，在賽場上酣暢淋漓，盡顯鋒芒。但另一方面，足球比賽也充滿了偶然性。今天關鍵的時刻，法國隊後防出現了2個大的紕漏，一個是32歲的左後衛迪涅災難性的發揮，一個人毀掉了整場比賽。另外，中後衛薩里巴在首發30分鐘意外受傷，而臨時替補頂上來的水晶宮中後衛拉克魯瓦，那完全是雲泥之別。比賽第一個丟球是迪涅犯蠢，本來西班牙進攻沒有多好的機會，但迪涅自己的停球，亞馬爾衝上來把球斷走，他是看都不看，完全沒有觀察，一腳在禁區內把亞馬爾踢翻，送給對方點球。而第二個丟球恰恰出現在替補上來的拉克魯瓦的防區，但仔細看這個球，波羅的套上是杜埃在看，可突然杜埃就不看了，不跟了，導致錯位。杜埃、拉克魯瓦、科內3個人都懶了那麼一下，都不跟。最後被西班牙的2過1打穿，形成單刀。其實西班牙好幾場比賽已經反覆的演示過，中後衛前插防守，直接一腳傳身後破門。這時候拉克魯瓦在中後衛的位置不應該前壓去搶球，一個漏人就被波羅前插破門了。而且剛換上來，明顯跟自己的左路配合有問題，在這裡有空當，西班牙打這裡真是一打一個準。
中路的防守本就顧不過來了，這個球反彈過去的拉克魯瓦漏了，結果反應還慢了半拍，都沒有發現自己身後有人插入單刀。等他看見後面有人插進去了，不緊不慢地轉身再小跑去追，可看起來就像已經知道這個球必進一樣，也不去搶一下可能被撲出來的2點球。當時看拉克魯瓦反應過來的時候，同時間遠端的孔德和於帕梅卡諾已經開始全力起速回追了。所以拉克魯瓦即使他的腳下技術和出球非常好，盘帶甚至過人都很牛逼，但進攻再牛逼你也是個中後衛呀。這球到底杜埃的問題、科內的問題還是拉克魯瓦的問題不重要，總之在世界杯半決賽這個位置漏成這個樣子，那無論如何是配不上上場為法國隊踢球的。所以后防線上一個迪涅，一個踢不上來的拉克魯瓦，今天的2個丟球都是防守端的低级失誤。而到了下半場想追分的時候，我們意外地發現法國隊身體那麼好，竟然沒有高中鋒，那麼多傳中角球竟然沒有一個能在禁區內頂到的，這也讓老 K 的兒子無限想念8年前的大吉魯。雖然2018年的俄羅斯世界杯，吉魯整屆7場比賽0進球，13次射門沒有1腳射正，但德尚堅持讓他首發核心的原因，大吉魯是整套4231反擊體系中不可替代的戰術支點。姆巴佩、格列茲曼、博格巴當時所有爆點的發揮，全都建立在吉魯的自我犧牲上，攻防兩端全是隱形的價值。那一次世界杯，吉魯1.93米的身高，23次頭球爭頂成功，隊內僅次於瓦拉內，爭頂成功率已經接近60%。當時的法國主打防守、快速反擊，後衛和坎特後場的解圍長傳，全隊只有吉魯能夠穩穩地扛住對方2名中後衛的包夾，把高空球穩穩卸下來。而今天的法國隊從0-1落後開始，整個進攻完全組織不起來，反而是今天的西班牙隊，他們早就完成了傳控 2.0 體系的顛覆性的進化，跟過去那種傳統的老派傳控判若兩队。球隊雖然依舊保留着青訓刻在骨子裡的搶圈傳控的功底，但西班牙隊進攻的邏輯經常能看見，所有傳球第一優先級永遠是縱向的傳遞，向前撕裂對方的防線。像今天法國隊派重兵前壓逼搶，這套戰術的優勢就體現得淋漓盡致。由於法國隊的人都撲了上來，所以他們後防必定空虛。這時候西班牙毫不猶豫就會送出大範圍縱深的長傳，直接越過法國整條壓迫的陣線，就像希特勒當年繞過馬其頓防線一樣，精準地打擊對方後衛身後的空白區域，直接找前面的奧亞薩瓦爾或者巴埃納。這就不同於老式的西班牙國家隊只依賴地面的小範圍配合。本屆世界杯，德拉福恩特的這一套立體高空打擊的殺手鐧，影锋高速的插向法國防線身後，所以長短結合，地面和高空雙管齊下。西班牙隊一邊用行雲流水的連續傳控，牢牢地拿捏比賽節奏，一邊又穿插極具穿透力的縱深長傳，高空搶點衝擊。兩套戰術是交替切換，法國隊顧此失彼，疲於奔命。舉個例子，左邊鋒尼克威廉斯打不了有傷，而首發的巴埃納就完全起到了角色球員的功能性作用，態度非常積極，防守拼搶很到位，跑位也很出色。有許多次巴埃納的內收都吸引了對方的防守注意力，儘管沒有突破能力，但跑動是真多。所以馬德里競技出來的都是六邊形戰士，至少跑動和消耗是能夠保證的。今天還必須吹一下19歲的中後衛巴薩的庫巴西，這段時間換了搭檔，有戰神拉波爾特在身邊，而且後防線前面還有個歷史級別的後腰魯厄德里負責保護，所以庫巴西終於找到了那種穩的感覺，並且自己還時不時的能夠帶球奔襲半場往前面輸送球權。看來拉波爾特搭檔庫巴西真就是最優解，有防空，有出球能力，有身體，也有長傳。而32歲的拉波爾特從曼城離開後去了沙特利雅得勝利，又從沙特落葉歸根，回到了自己青訓的比爾巴鄂競技。拉波爾特其實出生在法國南部的阿讓，他少年時代全程代表了法國 U17、U18、U19、U21 出戰，還擔任過法國 U21 的隊長。年輕的時候，他唯一目標就是成年以後身披法國戰袍。後來16歲加盟了西甲比爾巴鄂競技，家族裡面因為有巴斯克遠親的血統，符合巴斯克俱樂部准入規則，在西班牙生活了8年，熟練地掌握了西班牙語。但最關鍵的是，在德尚執掌法國隊期間，2016到2019年3次將拉波爾特招進法國成年隊大名單，但就是不給1分鐘上場時間，最後讓拉波爾特徹底心寒。2016年的歐洲杯，當時拉波爾特已經是西甲頂級中衛了，狀態也巔峰，卻直接落選了法國隊最終23人大名單。那時候他就萌生了轉投西班牙的想法。
而消息傳出來後，德尚為了安撫他，又緊急徵召他進入法國隊世界杯預選賽名單。可在10月份的世界杯預選賽入選了大名單，2場比賽全程坐在替補席，沒有1秒的出場機會。拉波爾特繼續被德尚畫大餅。2017年友誼賽法國對西班牙，拉波爾特再度入選德尚的法國隊，依舊全程坐板凳。2019年8月歐洲杯預選賽，德尚第3次徵召拉波爾特，結果球員又遭遇了重傷傷退，連集訓都沒能完整的參加。這時候拉波爾特仍然心不死，還主動發短信聯繫德尚，希望能夠得到穩定的出場的承諾，但還是沒有得到有效的回復。那時候德尚對外的解釋是法國隊中後衛人才濟濟，有瓦拉內、烏姆蒂蒂，還有科斯切爾尼。但拉波爾特已經公開向媒體訴苦說，我認為不招我不只是競技層面的競爭，這裡面有私人層面的隔閡。所以外界普遍認為拉波爾特和德尚是性格不合，德尚長期不看好他的風格。那麼當時拉波爾特在比爾巴鄂住了8年，按規定呢，常規入西班牙國籍需要連續居住滿10年。可西班牙足協為他啟動了政府特許入籍令，由西班牙司法部體育委員會特批。2021年5月11日，拉波爾特正式拿到了西班牙國籍，國際足聯也確認他獲得了代表西班牙出戰的資格，徹底鎖死了他代表法國的可能性。最後今天正是拉波爾特的神勇發揮，活生生讓自己的仇人德尚是無可奈何呀。並且拉波尔特的職業生涯雖然因為德尚荒廢了前面的好幾年，但他仍然拿到了世界紀錄。現在在世界杯和歐洲杯合計出場次數最多，但卻從未遭遇過失敗的5名歐洲球員，全部都是西班牙隊的。排名第一拉波爾特的22場，第2名奧亞薩瓦爾的20場，第3名法比安·魯伊斯的16場，第4名梅里諾的14場，第5名小亞馬爾的14場。所以德尚，當你捉襟見肘，今天發現沒有優秀的左腳中後衛的時候，你看到對面自己過去看不上的拉波爾特，你會後悔嗎？這是真的當着德尚的面作為主力拿到了歐洲杯冠軍，現在又進了世界杯決賽，在拉波爾特心裡怎一個爽字了得啊！另外，今天西班牙隊的少年英雄亞馬爾狀態極為出色，天賦和心氣兒都肉眼可見。要說他跟姆巴佩的關係，還真有點寄生於何生亮。2個人在俱樂部和國家隊一共已經有11次同場對決，亞馬爾所在的球隊贏下了9場。特別是亞馬爾進入國家隊後，歐洲杯拿下冠軍，這次世界杯又踩着姆巴佩的法國隊進入了決賽。那麼歐洲杯半決賽、歐國聯半決賽，今年的世界杯半決賽，西班牙3場全勝，亞馬爾還制造了關鍵的點球，再次拿下勝利。這下子終於實現了對女友的承諾，進決賽，女朋友可以去看加斯汀·比伯爾的演唱了。好，西班牙隊今天同樣發揮出色的還有波羅、奧亞薩瓦爾，還包括獻上1個助攻的奧爾莫。但整支球隊勝在整體，真的就像武學的少林正宗一樣，內功的底子幾十年練得無比扎實，場上各種各樣的戰術套路眼花繚亂，可萬變不離其中，所有的根本就是他們從小練到大的搶圈、rondo、傳控。賽後，前鋒奧亞薩瓦爾說：“我們現在的平靜程度就像對陣福德角之後一樣啊，確實，甚至比福德角還更好踢，這真是殺人誅心啊！”剩下來最後一場比賽，如果取勝奪冠，西班牙王朝又回來了。OK， 比賽中離奇的劇情，剛開始不久，西班牙獲得了一次禁區前的任意球，這時候西班牙球員比劃着要求主裁判巴頓用噴霧標出距離，這時候大家才發現主裁判巴頓竟然忘了帶噴霧罐，哈哈哈，無所謂了。對了，今天奧爾莫送出1次助攻以後，他也成為有統計以來代表西班牙在大賽中送出助攻並列最多的球員。他和法布雷加斯並列，都在大賽中送出了8次助攻。而且奧爾莫代表西班牙參加的3次重大的半決賽，每一場都有進球或者助攻。老 K 過去吹奧爾莫絕對是有先見之明的，雖然帶球經常有失誤，但是他也真敢拿球向前走，經常在禁區附近有許多很有靈性的擺脫和做球。所以雖然處理球有的時候比較隨意，但上限高得離譜，能在對方禁區裡玩出各種騷操作的球員歷史上也不多。好的，那麼西班牙這一次在從未落後的情況下闖進了世界杯決賽，他們也是自2000年以來本世紀第4支球隊。而在羅德里領銜的中後場面前，對面的姆巴佩徹底啞火，全場0射正，這也是姆總最近15場世界杯比賽中第2次0射正。
上一次是22年世界杯1/4決賽對陣英格蘭的時候。比賽結束以後，法國隊主教練德尚也承認，今天我們的技術低西班牙一個檔次，實力主要是我們自身的原因。德尚說的也很客觀。接下來法國球迷就只能期待齊達內上任之後會有怎樣的天翻地覆的變化。那麼隨着法國隊出局，過去世界杯決賽連續11屆必有拜仁和國米球員參加的定律已經終結，而另一個魔咒獲得了延續，登貝萊出局。這也是過去參加世界杯的當屆金球獎得主從來沒有幫助球隊贏得過冠軍。而2026年27歲的姆巴佩想爭奪個人首座金球獎的希望又渺茫了。另外，法國隊主教練德尚，他執教法國隊正式賽事一共輸過16場，其中有4場都是輸給了西班牙。這也真是血脈克制，每一次德尚的法國隊對西班牙感覺都是純靠球員自由發揮，真是踢不出來戰術，也真是踢不出來整體。不知道齊達內上任以后能有多大的改变。而西班牙队如果獲得這一屆世界杯冠軍，那麼65歲的主教練德拉夫恩特就能打破波斯克的記錄，有望成為史上最年長的世界杯冠軍教練。而在他麾下，西班牙队攻防俱佳，成為首支单届世界杯收获了6場0封的球队。本场对阵法國，西班牙对手的預期進球數只有 0.3， 這也是自1994年世界杯巴西對陣瑞典以來，世界杯半決賽中一支球隊創造機會質量最低的一次。而13個月以前在歐國聯決賽，當時輸給葡萄牙後，佩德里當時在個人社媒發布了6個數字：190726，這是本屆世界杯的決賽日期，佩德里做到了。OK， 還有中場球員法比安·魯伊斯，他延續了自己奇蹟般的不敗記錄，在他出場的49場，西班牙國家隊34勝15平，從來沒有輸過球，而且他成為今年唯一有希望包攬世界杯冠軍和歐冠冠軍的球員。2年前，法比安·魯伊斯也是戰神表現，24年歐洲杯他的作用甚至比羅德里更大，所以這是一位永遠被低估的大師級球員呀。那麼接下來到底是歐洲杯還是歐美杯呢？西班牙將在決賽中面對英格蘭還是阿根廷呢？對了，還有亞馬爾在國家隊大賽12次首發，西班牙竟然全部取勝，所以少年自有少年狂，身似山河聽脊梁啊！亞馬爾吹過的牛搞不好真都能圓回來。好，最後今天比賽還有一個非常離譜的 buff 繼續出現，就西班牙的大賽，對方必須要直接傷一個。打葡萄牙的時候是門德斯，對比利時的時候是庫爾圖瓦，今天對法國又是薩里巴。那麼決賽又會傷誰？咱們拭目以待。OK， 今天的重磅新聞，沙特豪門利雅得新月據說已經和哈里凱恩的經紀團隊展開了接觸，想通過支付6500萬歐元的解約金引進拜仁慕尼黑射手王，不過目前球員本人還沒有做出最終的決定。另外，巴西總統盧拉批評了巴西國家隊球員，說世界杯被淘汰以後，國家隊飛機去的時候一大群人回來孤零零的，只有達尼諾一個人回國了。OK， 葡萄牙國腳特林康將加盟沙特的吉達國民，羅馬諾已經 Here we go 轉會總價5000萬美元，這也有點可惜，26歲的天才中場就去沙特淘金了。還有消息，格林伍德已經拒絕了沙特吉達國民開出的包含1200萬歐元年薪的最新報價。特林康原來是格林伍德的備選方案，現在吉達國民計劃讓他出任邊鋒。而另一方面，阿根廷中後衛利桑德羅·馬丁內斯，據西班牙6台說已經被推薦給馬德里競技，他現在和曼聯的合同有效期到2027年。28歲的利桑德羅·馬丁內斯現在得轉身價4000萬歐元。還有曼聯方面正在全力爭取簽下布阿迪，里爾隊會考慮以合適的價格出售，這是真的高級貨，老 K 非常喜歡。曼城希望能夠立刻簽下他，球員也將很快決定自己的未来。這種6號位的超級小妖很難得一見，只可惜曼聯又不出價，又要被曼城搶走了。好，輕鬆一下，維尼修斯迎來了26歲生日，而他的前女友維吉尼亞和家人和朋友正在意大利薩丁島的一艘豪華遊艇上度過周日。維吉尼亞的朋友發布了一張照片，背景出現了印有維尼修斯名字的氣球，引發了關注。隨後有多家巴西媒體爆出維尼修斯和維吉尼亞已經復合。從當事人維吉尼亞發布的社交媒體來看，他上周末定位確實在意大利薩丁島，那裡也正是維尼修斯選擇慶祝生日的地方。而且在發布的社媒中，他還和維尼修斯進行了互動。維吉尼亞寫的是我們幸福而美好的周日，維尼修斯回復道
看到你這樣，我真開心。現在皇馬這邊，穆里尼奧希望趕緊推進維尼修斯的續約，還表示願意自己親自出面交流。穆里尼奧希望重返皇馬之後，這件事情千萬不要變成麻煩。而魔力鳥的哲學很明確，在他的船上人人都有位置，姆巴佩、貝林厄姆、維尼修斯，這些都是世界足壇最好的幾張王牌。穆里尼奧的工作就是要將他們理順，避免重蹈上賽季的覆轍。好的，感謝大家的支持，點讚、評論、熱推、分享，感謝您的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咱們明天再見。